两位客官想吃点什么？咱们这小吃什么都有，卖的最好的是卤煮火烧。这可是选用的独家秘方，肠头处理的特别干净，肥糯弹牙，香而不腻；肺头软嫩，一抿就散，吸满汤汁后鲜得醇厚。尤其是这饼子稀薄卤当，软而不烂，筋道入味儿，一口下去又浓又鲜，属于咱们这儿的特色招牌。二位要不来2碗尝尝？你说什么？你们这特色小吃叫什么？哼，你们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说的是卤煮火烧，是我们店里的特色招牌。这可是花大价钱买的秘方，不过这银子花的真值。卖秘方的大兄弟人也好，还免费教了个辣子配方。这辣子不仅能配卤煮，配其他小吃也香得很。自从有了这秘方，生意大好。照这个势头，不出2个月，买秘方的银子就能赚回来。要是这样，方子就不值钱了。怪不得老三答应那么痛快。万一跟咱们的秘方不一样呢？给我俩来碗卤煮火烧。你们2个人只吃1碗？我们就是想尝尝这味道。难道老三给的秘方要是假的，我饶不了他。当初我就说别轻易答应。他现在一肚子坏水，现在秘方卖的到处都是，谁还会要咱们的？少了老三和老五，家里的活谁干？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你现在倒是埋怨起我了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是谁为了拿到秘方，不惜跟老三撕破脸？哼！若不是你在背后撺掇，我跟老三本能兄友弟恭。老三为了公望而读书，不惜卖掉亲闺女。要不是你做的太过分，老三能跟咱们翻脸吗？难道这事儿都怪我吗？我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望儿的将来。来年的学费不需要银子吗？笔墨纸砭不需要银子吗？科考盘费不要银子吗？将来的官场打点，哪一点不需要银子？我也是一心为了儿子，将来咱们望儿考中了，光要的是你们秦家门楣，脸上有光的是你这亲爹。你现在倒是怪起我来了。要是这样，我带望儿回娘家，你们秦家等着断子绝孙吧。好了好了，我刚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这事儿都怪老三，他这是存心坑咱们呢。我回去就找爹说这事儿，哼，一定找老三讨回公道。哼，我还拿捏不住你。我还活着就分了家，村里人背地儿没少嚼舌根。行了，有什么事儿慢慢说。哎，在这里吵得我头疼。爹，老三把我们耍了，他在城里卖了好多秘方，我们没得卖了。你俩是说老三给了秘方，又偷偷把秘方卖掉了？爹，不是给我们之后卖的，是给我们之前就卖掉了。人家店里生意都做起来了，三弟这是在耍我们呢。爹可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！哼，若是这秘方跟破筛子一样，那么多人都知道，我们还怎么赚钱供望儿？我跟你们去找老三，让他给你们个说法。好不容易重活一回，不能像前世做牛马，得挣钱又要省心。老三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个不忠不孝的玩意儿，你居然连我都坑，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这两个蠢货才发现，什么事儿都赶不上热乎的。你在这里狗叫什么？
惊着我闺女睡觉了，下厨好歹我不客气。我连你们屋都没进，赶紧把秘方解释清楚，要不然谁不客气还不一定。哦，秘方已经给你们了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别忘了咱们分了家，开了宗庙，落了文书，咱们可是2家人了。跑我家里大呼小叫，扬言要对我不客气。我现在把你打一顿，哼，县太爷会帮着谁？爹，你看老三，当着你面要对我动手，完全没把你放眼里。老三，你不守诚信，说了把秘方给我们，爹才同意你分家的。难道我没给你们吗？给是给了，可你卖的满大街都是，我们还如何卖得出去？我只答应把秘方给你们，也答应不出去摆摊，可没说不把秘方卖掉。哼，在给你们之前，我已经卖了好几家了。1、2、2、3、3、4、5、6，大概卖了10来家吧。老三，你无耻！论无耻，我甘拜下风。我看是讲不通道理了。既然你听不懂人话，我也略懂点拳脚功夫，我帮你松松筋骨，脑袋说不定就好使了。爹，你快救救我！老三要打我，他目无兄长，没把你放在心里。娘来了，还是让娘收拾他俩，毕竟我爹还在这儿。开始表演。我知道爹偏心大哥，分家时爹就护着你，为了能分家，我把秘方都交出去了。今天你又带爹上门，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，吃准了我舅舅不疼，姥姥不爱。当日娘替我说了好话，我知道你们心里不服，可是咱们做了选择，爹跟着你生活，娘跟着我生活，你们怎么能言而无信？现在拿爹来压我，压根没把娘放在眼里。娘养我们一场不容易，你怎么能不把她放眼里？娘知道了，怕是要伤心了。哼，那是自然。娘怎么能跟爹比呢？哼，娘说到底是个妇道人家，头发长见识短，一时向着你，也是鬼迷了心窍。你别忘了，你姓秦，随的是咱爹的姓，咱娘就是个摆设，在我心里爹最重要。唉，看着你挺聪明的，在这事儿上犯了糊涂，以为老太太是你靠山，你可别做梦了！啊，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咱们已经分家了，你的心早偏向老三了，你已经不要我了，还不允许我奉承我爹吗？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你是老娘的第1个儿子，从小我就偏疼你。担心你身子弱，家里重活都让你弟弟干，你妹妹干的活都比你多。碰
在手里怕飞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居然养出个白眼狼！虽说我们分了家，但我还是你娘。在你们身上花的银子，足够买好几个大金镯子。为了巴结你爹，把你娘我踩在脚下。幸亏我清醒的早，分家时选了老三，要不然临死前看清你，我死都闭不上眼。你这个不孝的玩意儿，早就该把你溺在尿桶里。老三、老五想干什么？娘打我，我不说什么，毕竟我是做儿子的，我可是你们的大哥。你们要是敢对我动手，就是目无兄长。大哥说的这是哪里话？我们可不是野蛮人，咱们可是亲兄弟。尊重你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打你呢？娘，接人不接短，打人不打脸，打2下出气就行了，千万别往脸上找打，要不然村里人该笑话了。天机！你们居然背地里下阴手，目无兄长的玩意儿！大哥，你可冤枉我们了，哪只眼睛看到我们动手？你敢做不敢当！若不是你们踹我屁股，我怎么会栽倒在地？唉，这事儿大哥真冤枉我了，我是心疼大哥呀。我都跟娘说了，打人不打脸。大哥也是30岁的人了，不能照脸上招呼呀。娘在气头上控制不住，打了大哥2记耳光。我看大哥连反抗都忘了，才好心把你推开。大哥不能把好心当驴肝肺，咱们可是亲兄弟。唉，大哥可不能冤枉我。不要见面就吵架打架，不怕村里人看笑话吗？亲兄弟不能忍一忍吗？好好的家怎么成这样了？我不怕，反正我也没有儿子，闲言碎语也没少听。亲爹都瞧不上我，我还怕什么丢人？人生不过短短3万天，来时一丝不挂，走时高温火化，自然是怎么开心怎么过。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，你敬我1尺，我敬你1丈。有些人3分长相7分胆，剩下全靠不要脸。对这样的人，完全没有忍的必要。爹，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不吃不聋，不做家翁。行了，这事儿算你大哥说错话，他对你娘不敬，你娘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。哎，这事儿就算接过了。爹，那我这2记耳光和那1脚就白挨了吗？是你自己出言不逊，你能怪谁？你娘生你养你，为这个家操劳了1辈子，就算你心里敬重我，也不能贬低他。今天你也挨了打，就算是长了教训，以后莫要再犯。
咱们说正事要紧。老三，我知道，让你把秘方给大哥大嫂，你心里不舒服。但当初你是答应了的，我也应了你的请求，分了家。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你大哥大嫂全指望这秘方供旺子读书呢。你把秘方卖得满县城都是，你让他们如何赚银子？既然爹亲自来问这事儿了，那我就跟你解释解释。这秘方是我卖的，在给他们秘方之前，我就已经把方子卖了。秘方是我卖的，在给他们秘方之前，我就已经把方子卖了，而且在咱们县城，我整整卖了10家。当初我答应把秘方给他们，也答应了自己以后不再做卤煮火烧的生意。关于这2点我都做到了，爹有什么理由来指责我？可是你当初没告诉我们，你已经把这秘方卖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是没告诉你们秘方卖了，但我也没说过我没把秘方卖掉吧？你这是狡辩！你把秘方卖了，我们还怎么赚银子？果然人不要脸，天下火无敌。你们当初抢我的秘方，不是说要自己做生意吗？原来是打转手卖的主意。你们想空手套白狼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？我看在骨肉至亲的份上，是给你们留了余地的。你们若是想坐享其成，把这方子卖了换银子，怕是已经不现实了。但你们若能踏踏实实、勤勤恳恳地做生意，供秦望读书还是没问题的。这么多年你们懒惰惯了，一直趴在我们身上吸血。现在我们觉醒了，别指望我们供养儿子了，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。现在咱们已经彻底分家，你们若是再来闹事儿，可别怪我不念亲情了。老三，你说的情况我知道了，今天的事是我莽撞了，以后咱们相安无事过日子。爹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要不然呢？你上去跟老三打一架？这就是了，打又打不过，争又没理。不算了还能怎么样？我这张老脸都被丢尽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这个糟老头子，一大把年纪分不清对错，老大两口子干啥啥不宁，吃啥啥不剩，一看就是不靠谱的货色。他还护得跟眼珠子似的，将来有他后悔的时候。老三呐，以后你爹再犯糊涂，找你麻烦就告诉娘，有我护着你，你好歹名声能好听点儿，省得让人说你不孝。好，以后再有这事儿，我就第一时间告诉娘。娘跟爹比相英明神武，您最公正，分得清是非对错。村里谁不夸你为人清明？尤其是大哥犯的错，您也能狠下心来教训，这点真让我特别佩服。娘，你放心，等我赚够了银子，就给您买个大金镯子，要足斤足两的那种。
要不是这秘方被爹硬逼着给了大哥，说不定再过段时间，我就能赚够买镯子的钱了。现在只能委屈娘再等等了。儿啊，不着急，娘等得起，娘相信你。就算秘方被抢走了，你也能想到其他法子。行了，娘也回去了。老百姓最离不了吃喝拉撒，我还是得从这方面入手。但自己赚钱的同时，也得帮帮村里人。若只有我家日子红火，时间长了难免招人嫉妒。大家能跟着我喝汤，就不会有人眼红惹是生非。搬到城里花销太大，新邻居也不一定好相处。留在村里同宗能相互照应，也得为几个女儿铺路。村长虽没明着偏向我们，分家时也是帮了忙的，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，维护好关系很有必要。爹，您这是要去哪里？我去一趟你村长爷爷家，找他商量点事儿。对了，二丫，爹问你件事，厨房里那几个红薯，你是从哪儿挖来的？爹是说厨房的野果子吗？趁野猪外出偷了一些，没想到还挺好吃的。按理说这年代不该有红薯，历史上万历年间才传入。陈振龙将薯藤涂泥伪装，瞒过海关带回福州。救荒立功，被称为金薯。不过这是架空的朝代，有红薯倒也不稀罕，只是没人认识，没推广罢了。爹，你之前认识这东西吗？略有耳闻。这东西可是有大用的。红薯这名字我是乱叫的，我看这东西表皮是红色的。还是爹厉害，红薯这名字起得真贴切。您找村长是为了说这事儿吗？打算找村长爷爷说这事儿。这红薯个头大，亩产比粮食要高得多。若能大面积推广种植，以后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。你跟爹去趟村长家，把挖红薯的地点告诉他。那地方有野猪看守，来年应该还能长出来，到时候把红薯移植下来。若能解决老百姓温饱，也算是大功一件。叔，婶子。原来是三郎啊，快过来坐。你给五丫头办的满月宴可真长脸，这10里8乡的婶子就没见过这么气派的席面。婶子说笑了，我今天是专程来感谢叔的。这2坛酒算我一点心意，感谢叔分家时仗义直言。若没有您帮忙说话，我爹也不会痛快答应。我心里别提多感激了。你这也太客气了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哪用得着送这么重的礼？你爹偏心不是1天2天了，哼，我早就看不下去了。只是你自己不提分家，叔也不好硬插手。既然你提出来了，叔自然得给你主持公道。村长叔一向公正严明，怪不得大家都推荐您。有您为村民们主持公道，是咱们村里的福气。你这孩子就知道奉承我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这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，千万不要出去说，省得惹人笑话。
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有啥事儿你尽管说，只要在叔能力范围内，叔一定给你解决了。寿天叔，二丫在山上发现了红薯，这个红薯如果种植的话，能达到亩产1000斤。亩产真有这么高？三郎啊，你可不能骗叔啊，这可是事关粮食的大事。村长叔，您看着我长大的，我是啥样人您还不知道？别说我从来没骗过你，就算是要骗你，也不敢在这种大事上欺瞒。我说的亩产1000斤是最保守的说法，若是种得好了，有可能达到3、5千斤。这东西若能大面积推广，能解决老百姓的温饱。我本来你们想直接上报县令，但我毕竟在村里长大，有好事儿第一时间想到您和村里的村民。就算将来大面积推广，咱们村总要讨个头彩才行。好，老三，你真是有心了，叔果然没看错你。这事先不急着上报县衙，咱们村里先试着种植，等有了成果再上报县令。2000 years later. 三哥，你倒是想办法呀！你看这院子里能卖的都卖了，眼看就要揭不开锅了。咱们总不能坐吃山空，就算卖夹子赚了点银子，咱们以后怎么办？老大能去城里做生意，咱们不能被他们比下去。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好不容易休息2天，放心，将来有你忙的。到时候你想休息都没时间。三哥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有好主意赶紧告诉我吧。老大两口子去城里做生意，虽然累得跟条狗似的，但我看他们拿着银子显摆，我就恨不得冲过去把银子给他们抢过来。那些银子明明该是咱们的，是从咱们手里硬抢走的。哼，有什么好显摆的？说话就好好说话，别做这副娘们唧唧的样子，怪恶心人的。我是你哥，可不是你爹。三哥这是嫌弃我了。要是有可能的话，我倒愿意做你儿子。说实话，你比爹对我好多了。从小爹就知道偏心大哥，后来有了秦望，心思全在大孙子身上。我都快20的人了，他从没想帮我娶媳妇儿成家。以前咱俩遭遇差不多，你好歹娶了3嫂，还有5个可爱的小侄女，现在娘也一心偏着你，为了你都和爹翻脸了。我依旧是那个老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。行了，不要再念叨了。你放心，三哥承诺你的事儿绝对不会变卦。等年后咱们盖好了新房，就找媒婆帮你物色好姑娘，高矮胖瘦，想娶丰满什么样的，任你挑选。三哥，我今天来说正事儿的，距离过年还有1个月，咱们总不能闲着吧？要不你再想点主意，咱们找点事情干。不行，去城里扛大包也行，1天也能赚个10来文，有总比没有强。你倒是不挑，只要能赚钱就行。这苦力活咱们以前没少干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你愿意去做苦力你就去，我可受不了这份苦。我的时间和劳力宝贵着呢。
我的好三哥，有活少钱多离家近的活，谁愿意当牛做马去做苦力？我这不是看你没动静，心里着急吗？下一步计划我心里有数了，我不想再早出晚归摆摊了。你说的对，不能坐吃山空，买卖还是要做的。我已经在村长那儿放了长线，能不能钓上大鱼还不确定，但眼下的日子还得过。我想了几条方案，都是做调味品的。一是制作5香粉和13香，这俩都是家常万能香料，但用法和味道都不一样。第二个是制作郫县豆瓣酱，这是一种万能的酱料，只是做豆腐是个苦力活，没什么技术含量。每天要起早贪黑的，我是不太乐意干。听听三哥说的，这是人话吗？做豆腐是10里8乡多少人想学都学不来的本事，他居然说是个苦力活，没什么技术含量。你咋不上天呢？他这么厉害，咋不上天？三哥真是厉害，居然有这么多赚钱秘方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为卤煮方子生气了。三哥要是怕辛苦，这些活可以让我来做，您只需在一旁指点就行。行，既然你愿意干，三哥也不能拖你后腿。明天咱们就开始干，争取年前再赚上一笔。你跟五弟说了什么？他怎么看着这么高兴？能让他这么高兴的，还能有什么事儿？无非就是赚钱和娶媳妇儿。三郎，你是不是又画大饼？五弟这人跟娘不一样，挺实诚的，也是打心眼敬重你这三哥。你还是对他好点吧。闺女说我是个奸商，媳妇儿觉得我在画大饼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明明是秦朝自己要上进啊，我想休息他都不允许。算了，还是不解释了，省得到最后越描越黑。老三，听说你有了新生意，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？需不需要娘帮忙？有需要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娘虽然年龄大了，但身体可好着呢。当初我年轻的时候，谁不夸我干活麻利？娘，既然你主动提出来了，我要不答应，面子上过不去。太重的活儿，我不舍得让您干。您要是没事儿的话，就帮若薇照顾一下五妹妹。我和三弟要忙。她刚出月子，身子还没好利索呢。我去。家里就交给我和你媳妇儿，谁敢欺负我的宝贝孙女，我非跟他拼命不可。行了，我去帮着做早饭，吃完你们赶紧去城里办正事儿。三哥，你真是有办法，能把娘收拾得这么服帖，这可是我以前不敢想的。你不知道，得知咱们要做进城做生意，我感觉娘比我还兴奋呢。一大早就把我喊起来了。只要有所图就有动力。我可不是个勤快的人，
但是脑子好使。与其内卷自己，不如外卷别人。一顿早饭吃7、8个鸡蛋，放在以前哪舍得这么霍霍？攒的鸡蛋都是给秦望的，连我自己都舍不得吃。我待秦望那样好，他吃鸡蛋都没想让我吃，倒是老三不计较我偏心，也不背着我吃独食。娘，这大早晨的生这么大气，气大伤身，您可悠着点儿。我想起家里还有几只鸡，哎呀，分家的时候我怎么就忘了把那几只鸡给分了呢？分家的时候忘了分了，那鸡可是我养的，有2只母鸡还下着蛋呢，可不能便宜了老大2口子。你们等着，我这就把鸡给你们抱过来，下了蛋给丫头们补身子。奶，你年纪大了，我们帮你一起去捉鸡。秦大佬，行了，你就别管了，随他们去吧。咱们赶紧吃饭，待会儿饭就凉了。哎呦，秦老弟，你们可有段日子不来了。唉，我还以为你们跑别家进货了。梁掌柜想多了，我们最近不卖火烧了，我又想出了一门新生意，不知道我要的货你有没有？还是秦兄弟够意思。你需要什么粮食？我要干蚕豆。有的有的，前几天刚进了一批，有200多斤呢。您看要多少我去称。都给我吧。多少钱1斤？都给你，200多斤全要了。梁掌柜耳朵不好使了，我三哥说全要了。秦小兄弟误会了，我这就去给你们拿。今天包圆算5文。行，过称吧。三哥、五弟，怎么得空来了？先坐下休息会儿，等我忙完。忙你的就行，不用管我们。需要什么东西我们自己去拿。辣度适中，吃起来很香。一会儿跟你四哥说，这些咱们全要了，让他给个最低价。明明是三哥想占便宜，这话怎么让他去说呢？这是粗盐吗？咸的直冲嗓子，简单提存一下，最适合腌菜做酱了。四哥，给便宜点儿。都是自家兄弟，别提什么银子。四哥真是大气。三哥说你那10几麻袋辣椒我们全要了。这亲兄弟明算账，我就是个上门女婿，在赵家并没有多少话语权，我就收个成本价，15文1斤。四哥和三哥都是一类人，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，连脸面都可以不要了。老四，你就放心吧，你是做生意的，该付的银子1文不少。你说的对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将来你求合作的时候，我也会明码标价的。三哥说的是。粗盐多少钱1斤？我也全要了。你要那些干什么？炒菜并不好吃，这批粗盐是我岳父被人坑了才进的货。我要的就是粗盐，回去简单提炼一下，就是上好的雪花盐。这牛怕是要被他吹上天了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悔。就当三哥是在吹牛了。
你就说多少钱一斤？给你15文一斤。行，你算算一共多少银子？一共是12两零600文。三哥，你给12两就行。牛车装不下了，你找人给我送到家里。三哥这是要做大生意了。我都多大了还吃这个？留给大丫他们吃吧。老三、老五回来了，你们要做什么生意？我也可以帮你们搭把手。唉，我也好长时间没进城了。去城里摆摊太辛苦了，娘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我可不舍得那您这样操劳。下次进城可以带着你逛逛，这是特意给你带的。娘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吃什么糖葫芦？还是老三有孝心。这回算是彻底的收服他了，应该不会做什么妖了。买这么多干蚕豆干什么？你们真是年轻不会过日子。这是用来做豆瓣酱的，娘的大金镯子全靠它了。需要帮忙你就说一声，这分明是我的大金镯子。娘帮着筛选清洗一下吧。现在条件有限，只能用最传统的办法上锅蒸。娘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哼，赵家那边要是知道了，能给你好脸色？清碎脾气虽然不好，但是对我还是很不错的。软饭吃多了立不起来，多跟你三哥学学。娘说的对，我多跟三哥学。货送来了，帮我搬进屋吧。四弟辛苦了，留下来吃午饭吧。多谢三桃，饭就不吃了。哼，老三家的粮食自己留着吃。这。老三，你让老四忽悠吧，咱们再穷也不能吃这粗盐。我去找他算账。娘别冲动，他没有坑我，这盐用来腌酱很合适。咱们是良民，千万别做奸商，这东西吃多了会出人命的。娘放心，我会简单提炼一下，到时候不比雪花盐差。纯粹的咸香，没有一点苦涩。多学点知识，总能派上用场。爹，您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么简单，雪花盐就出来了。你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这事儿绝对得保密，要不然咱们家就危险了。爹放心，我谁都不会说的。哎，三哥，你要的东西买回来了。不错，用来做豆瓣酱正合适。老五，这一趟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能帮着三哥一起做生意，我高兴。上次秦朗说了得空了，要带他去城里逛逛，一把年纪了，不好意思开口。娘，今天去谈笔生意，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？我跟着会不会影响生意？无妨，你只要跟着我，谈生意时别乱说话就行。
娘这样显摆是不是不太好？回头你要真给他买了大金镯子，那还了得？娘，疼，耳朵快掉了！我的大金镯子要是没了，你这辈子就别想娶上媳妇儿。我没说不让三哥买。他们天天在我面前显摆，我就不能扬眉吐气一回吗？李老太婆的孙女做田房，哼，员外做他爹都绰绰有余。还有孙老太婆吹嘘吃糕点，我就不能显摆一回吗？等将来买了金镯子，到时候让他们狠狠羡慕。小事要显摆，大事就不必了，省得有人眼红惹麻烦。娘说的对，行事低调点儿。小富一朝度，大富生静，巨富无人敢惹。这真气派啊！你不会要跟他们做生意吧？小五满月酒就是四海酒楼的大师傅长的出。今天算是长了见识了。秦三哥，你来了，最近有没有什么稀罕物？你知道的，我不是猎户。我带来了2样万能的增香调味料，炖肉做馅儿，放上都好吃。秦三哥，你没骗我吧？以咱俩的关系能忽悠你，也就是咱们的关系，要不然我卖给醉月楼了。别，这就去跟我舅舅说。秦三哥等着我啊！哪有什么万能增香调料？哼，请到2楼客房里去吧。还要是吹牛，我可赶出去了。这位老夫人是？这是家母，留外面不放心。哼，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秦老夫人别客气，随便坐。这是我调制的5香粉，味道不冲不烈，温香醇厚，腥而不燥，醇和中正。这味道不寡不淡，开胃压腥，绝对能镇住野味的肉腥。秦兄弟，你开个价，有多少我们四海酒楼全要了。舅舅，这不是差辈儿了吗？就你话多。它只是调味品，你们酒楼要是用不完没关系，我四弟开了家杂货铺，放在他那儿会很受欢迎的。要得完，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有分店。贵东家生意做得这么大，真是失敬了。5香粉1两银子一瓶，13香2两银子。有了这些调味品，酒楼只会赚得更多。白瓶5香，蓝瓶13香，各30瓶，您可以检验。不用检验了，我相信你。9两，带他们找掌柜拿银子。不能让儿子没面子。前面的牛车等一等，能不能捎老夫一程？哎呦，林大夫，你这么着急忙慌干什么？进城办事耽误了，没赶上城口的牛车，年纪大腿脚不便，能不能捎一程？我付钱。乡里乡乡的，说什么付不付车费？老三出息了，这牛自己家的，你上来就行。林大夫，快上来吧，都是乡亲，付钱见外了。老嫂子心善，那么重的病，居然这么快好利索了。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难道看到药材了？真是个庸医，居然还敢在这儿诅咒我！老嫂子，你们欠我的几百文药费何时还？我是个乡野大夫，药材卖得很便宜了。越听越糊涂了，我什么时候欠他药费了？林大夫，你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身体好着呢，庆余堂药铺大夫说我长命100岁。再说了，我什么时候赊过你家药？好心烧你，你反倒空口白牙，污蔑人讹账。老嫂子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。我的人品皆知，岂会空口白牙讹你铜板？那天明明是秦鹏跑来说你病得起不来床，
我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好心赊药给你们。他当时拿的什么药，我都记得清清楚。林大夫，秦鹏拿的药是不是八角桂培香叶？对对，还有白芷、良姜、白蔻和丁香。你也知道这方子，证明老夫没撒谎。三郎，你娘不讲道理，你可不能不认账。谁不讲道理了？我没病没赊账，认什么？林大夫，这事儿你可能误会了，我娘没病。至于那些药材，你是被秦鹏给坑了，那是做卤下水的香料，秦鹏拿了秘方，估计是没银子买药材，故意编排的瞎话。我就说药材怎么奇怪，原来不是治病的。好个秦鹏，看准我心善，把我们耍得团团转。三郎，娘怎么了？进城前不还好好的，怎么火气这么大？城里遇上不痛快了？老五，你跟着去看看，他找老大算账去了。老太太年纪大了，别让她吃了亏。到底啥情况？又是大哥大嫂惹娘生气了？回来路上碰见隔壁村林大夫了，秦鹏两口子打着老太太病重幌子去赊药，林大夫提了一嘴，老太太以为诅咒他，等弄清原委，当场没了脸，憋火算账去了。大哥大嫂竟干出这种事，这也太……哼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他们没底线，没廉耻。像他们这种人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？但凡要点脸，也不会赖着我们宫秦望读书。娘这么生气，你不去看看，五弟能应付吗？我这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？于大夫说老太太肝火旺盛，看得可真准。我去熬药，等她发泄完回来正好喝。这可真是个贴心大孝子啊！孽障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生这么大气，是不是老三和老五惹你生气了？三弟五弟靠不住，将来还得指望我俩。大哥，现在娘是找你算账，你别甩锅，别什么脏的臭的都赖我和三哥头上。哼，你自己干了混账事儿，还以为能瞒得住？老五，你可不要冤枉人，我干什么了？娘，你居然打我！哼，老娘生你养你，打你2巴掌还想还手？你是我娘，我怎么敢跟你动手？只是今天这事儿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不给我交代，我就找我爹做主。找你爹？行啊，你去把他叫过来吧，正好让他看看养了个什么不孝玩意儿。也就你爹眼瞎心盲，把你当成眼珠子。他要真护着你，老了有他受罪的。老婆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可别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。老大也是孝顺，分家时还抢着要我呢。哼，真是个拎不清的老货，到现在都没活明白。老大当初分家争的是家产，不是你。要不是指望你拿卤煮秘方，他会要你？图你年纪大弯着腰，还是图你脱鞋不洗脚？我娘真是个人才，跟着三哥嘴更利索了。看爹被怼得哑口无言，实在是太好笑了。娘，你看爹，明明大哥的错，他居然打我。我可是亏了你和三哥的，娘得给我做主。老东西，你敢动我儿子一下试试？你个老死鬼，干嘛无缘故揍老五？被我戳中痛处，恼羞成怒了吧？哼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今天谁敢动老五？谁是狗？这骂起人来真是六亲不认啊！老五这不孝玩意儿，见我吃瘪还在偷笑。我是他亲爹，你都能打老大，我凭啥不行？我看你就是被揭了短，恼羞成怒了。我打老大是因为他该打，
你问他干了啥？你俩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爹，我真不知道，娘上来就给我2耳朵。娘，我知道你偏心三弟，连鸡都抱给他，这些我都不计较，但你不能无故打我呀！是不是老三挑唆，破坏咱们母子关系？自己做错事儿，居然还敢攀扯老三！老五，告诉他，让他死个明白！爹，你不知道林大夫说话多难听，娘被臊坏了。我和三哥更是恨不得把头扎进裤裆里。大哥怎么能干这缺德事儿？这不是诅咒娘吗？难不成因为分家娘没偏向他，就怀恨在心？还不是老三给的秘方，需要用到药材。我手里没银子，只能去林大夫那儿赊价，怕林大夫不肯赊，才随口编了个瞎话。随口编瞎话，你就编到老娘头上来了！你咋不说你爹快死了？你个不孝玩意儿！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娘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大郎赊药我压根儿不知道。你打他也算出气了，可不能再打我了。老婆子，打也打，骂也骂，气也该消了吧？看在旺儿这孩子的面上，这次就算了吧。哼，你那宝贝孙子脸可真大，要我一次次给面子，这回算了。但他欠林大夫的药钱，今天必须补上。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就让老大去还，绝对一文不少。娘，您回来了，去了这么久，药我都熬好了。大夫说气大伤身，您千万别动怒，先喝药去火。果然还是老三最孝顺。我鞍前马后差点挨打，还是不如三哥能装啊。老三，这药怎么这么苦？这苦度应该达标了吧？我就知道于老头没安好心，娘这也算替我受过了。娘，都说良药苦口，想必于大夫是特意抓的好药。您要是实在喝不下去就算了，我就去把药倒掉。那可不行，这药可贵着呢，是用2瓶香料换的，值3两银子呢，可不能浪费了。我最近火气确实大，为了福寿漫长，长命100岁，再苦我也得喝。奶，您刚喝完药，快吃点蜜饯甜甜嘴。还是丫头贴心，除了不能传宗接代，其他的都比小子强。瞧瞧咱们家五丫头，真是越长越水灵了。奶哪天要是再错了主意，把五妹给卖了可怎么办？以后我得好好看着五妹，尤其是奶和她单独相处时，我必须得跟着。三郎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就那么点香料，居然能赚90两？哪有这么多？这香料可是有本钱的，除去采购香料的成本外，还有消耗的木材和人工，这些都是成本。而且这5香门和13香，目前咱们可是独家秘方，贵点也是应该的。三郎，你说这香粉目前是独家秘方，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日后会有人和咱们竞争？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，经常做菜的师傅或者是大夫都能分辨出这香料里的成分。不过他们想要精确配比，调和出跟咱们家香料一样的味道，恐怕要花些心思了。尤其是这13香，用料和配方比较复杂，
就算有人真要研究，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研究得出来的。就算别人能研究出配方，咱们也不怕。咱们家可是占了先机的，若是能打出名气来，起到品牌效应的作用，后期就更不用担心了。三哥，这就完事儿了？这豆瓣酱也太简单了吧？哪有这么简单？目前只是盐水发酵，这些辣椒还要泡开糯碎，再压实入坛做成辣椒坯，最后混合翻晒，讲究多着呢。三哥对我真是一点不保留。三哥，我这辈子都听你的，绝对不会背叛你。行了，先这样吧。唉，忙了好几天，该休息了。三哥，我一点都不累，咱们再做点五姜粉吧。家里剩下的药材全卖了，不得赚上个几百两啊！你真是当牛做马的料，老五啊，银子是赚不完的。我哪里能跟牛马比？一头牛要10多两银子呢，把我卖了也不值这么多啊！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这生意得先把名气打出去，让别人主动上门。三哥，你这招真损啊！这事交给我去办。爷您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哼，办成了还有谢礼。听说了吗？四海酒楼得了一味神秘调料。四海酒楼最近跟中了邪似的，做什么菜都好吃，尤其是红烧和炖肉，味道更是一绝。难怪这几天生意冷清，原来客人都被抢去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再这样都喝西北风。掌柜的，打探清楚了。打探清楚了？这么快？你可别蒙我！小的怎么敢蒙你？真打探清楚了。四海酒楼得了2种能增香去腥、提味增鲜的香料。什么香料能有这效果？该不会是迷惑人心的什么脏东西吧？掌柜的顾虑得是，其他酒楼也有这想法，私下到官府举报过，官府已经派人查过了，就是正经的香料，用的都是好东西。那能不能打探出这香料的配方？掌柜的真是个蠢货，我要有这本事早发家了，能要教的本事还用在这手窝囊气。那能不能打听到这香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个小的还真打听到了，是从石坳村一个叫秦朗的手里买的。秦朗，赶紧备车！我要去拜访这个秦朗。3压教1、2遍就能记住，这要是男孩子，真是科举的好苗子。大牙2压虽然慢点儿，但也比秦王的蠢货强。生意上门了，爹要谈生意了，你们去玩吧。这就是秦朗家，这也太寒酸了吧？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算了，来都来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这气度从容淡定，绝非酒局底层之人。敢问这里可是秦朗家？正是，某就是秦朗。不知你到我家来，
所为何事？真是气度不凡，绝对是个干大事的人。在下醉月楼掌柜周茂才，听闻秦兄弟近日颇有些新奇的点子，周某不请自来，还望秦兄弟莫怪。原来是周掌柜，久仰久仰。周掌柜说的新奇点子，可是指无香粉和13香？正是这2种香料，不知秦兄弟还有没有货？我们醉月楼也想要一批。这香料已卖给四海酒楼，陈管事是个爽快人，我们合作得很愉快。若转头再卖给你，会不会不太好？秦朗居然是个单纯的人，越是这样的人越好忽悠。秦朗兄弟，你这话可就说错了。做生意嘛，利字当头，自然是价高者得。你只是卖给他们一些，又没说给他们独家供应，放着白花花的银子，为何不赚呢？周某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，四海酒楼出多少银子，我可以加价1成。还没开始谈判呢，他就迫不及待要加价了。送上门的银子哪有不赚的？既然周掌柜如此有诚意，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香料可以加价1成卖你，五香粉和13香都是瓶装，每瓶半斤的量，加1成。五香粉1100文，13香复杂，贵1倍。好贵，有种被坑的感觉。但若是能笼络更多客人，只会赚得更多。看四海酒楼那么好的生意，我眼红啊！好，就按秦兄弟说的价格。今天我能拿到货吗？都是独家秘方，配比复杂，一时半会儿做不出。而且马上要过年了，我想休息几天，要不还是等到年后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这着急。不好，我刚才太失态了，再等下去，客人都跑光了，等不到年后就要关门了。秦兄弟，不是我着急，实在我们醉月楼耗不起。四海酒楼有了香料后，生意比我们好太多了。若等到年后，恐怕黄花菜都凉了。秦兄弟，你就想想办法吧，就当是帮我一次了。这人情，周某记在心里了。行，既然你这么着急，我就想想办法。不知你打算要多少香料？20瓶。我知道我们生意没四海大，秦兄弟就一样，先给我20瓶吧。一样20瓶，加上就是40瓶。行，先交10两银子定金，3天后你来取香料。定金。还是银子送上门的感觉好。总有一天，在大圣王朝，只要提起张南秦氏，都会想起我秦朗。没想到你小子还挺厉害的，老夫小瞧你了。我厉害的地方多了，您指哪方面？
怪不得做生意能成，铜墙铁壁都没你脸皮厚。那我就当于大夫是在夸奖我了。原来是买我们牛的恩人，多亏您心善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咱们就是正常的买卖交易。于大夫，快帮我婆娘看看，她撑不住了。肺阴耗竭，虚火灼肺，这是重度肺痨的症状啊！求您救救我婆娘吧，求求您了！我有银子，我刚卖了牛的，手头宽裕。在这医疗落后的古代，生个大病就是等死。能卖了唯一的牛给媳妇儿治病，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。真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。有副治肺痨的方子，叫月华丸，需天冬、麦冬等名贵药材。只是这药贵，一副得6、7两，穷苦人家吃不起呀。当家的，这病治不好了，别花那冤枉银子了，留着银子傍身，免得人财两空。银子没了能赚，人没就真没了。我还可以去问老二、老三要。算了，他们一次都没来看过我，我怕我死了，留你一个人冷清。我给你个换方，先保命吧。阿胶出备换白及子断。您的大恩大德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你那2兄弟是你们养大的，现在病了，他们看都不看一眼。唉，这爱凑热闹的毛病改不了。恩人问起，我也没啥隐瞒的。爹娘早死，留2个还年幼的弟弟。为了养活他们，我啥苦力都出。20多岁才娶了逃荒的婆娘，把他们当亲生养，还供了学堂。如今娶了媳妇儿，借钱都不见我，让抠人看笑话了，当听闲话吧。你进了孝义人，我没资格笑话。要不要我帮你想办法讨银子？他们连家都不回，哪儿肯出银子？听我的，保管能拿到银子。恩人有何妙计，还请指点。回家找到你那2个兄弟，告诉他们你要迁坟。我爹娘都入土很多年了，再去惊动他们，别人不得骂我不孝？不是真让你迁，就说碰到算命的，说祖坟位置不好，导致你无儿无女，给祖上搬个家，运势就起来了。这小子总不会无缘无故让人扒祖坟吧？你那2个兄弟现在运势不错，家庭美满，你要动祖坟，你觉得他们会同意？这不就可以顺势要补偿拿捏他们了吗？那万一他们要是执意不肯出银子呢？他们只要执意不肯，我建议你真动土。现在落得这下场，就是因为爹娘偏心。你把他们挖出来，问问他们怎么回事。净出些馊主意，人怎么可以缺德成这样？哼！恩人说得对，爹娘凭什么不保佑我？若是他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这一招，后来屡试不爽。我们要的货已经齐了，先告辞了。别，若是没什么事儿，你尽量少来。那不正好？这庆余堂药铺是积德行善的好地方。你先在这里等着，我进去逛一逛。三哥，你是要进去给娘买大金镯吗？我进去看看，若是有合适的就买。娘这段时间帮着照看孩子也辛苦了。三哥，你怎么才出来？再不回家，太阳都要下山了。着什么急？给老太太买镯子得挑。给娘买的啥镯子？先让我看看。分量十足，娘肯定会喜欢的。那还用说，送东西自然要送到老太太心坎里。
将来我娶媳妇儿，能不能照喜好挑？娶媳妇儿能和买大金镯子一样吗？得两情相悦，牛不喝水强按头。我就想选个温柔好看的，哪敢肖想什么官家小姐？人家瞎了眼也不可能看上我。对方要是真瞎了眼看不清长相呢？他瞎了你都不嫌弃他，他还有什么可挑剔的？这是什么？该不会是精致的糕点吧？盒子太小了，里面的糕点不够塞牙缝。前几天去四海酒楼，人家那糕点才精致。哼，不过也是中看不中用，我都懒得尝。天知道我用了多大毅力才没伸手拿。娘，这是三哥给你买的金镯子。什么？这是真的？老三什么时候买的？今天路过福瑞斋，顺手买的，看看喜欢吗？这真是……这就是专门给您买的金镯子。您操劳一辈子，腕上却依旧空空。我如今能撑起家了，该让您待见体面的。况且这是我承诺给您的，总不会让您失望。你这孩子，花这冤枉钱做什么？这得多少银子啊！你真是下败家。娘，这是三郎的一片孝心，您安心带着。好，娘这辈子算是值了。我买金镯子是想哄娘高兴的，怎么还哭了？娘若是不喜欢，我拿去退掉就是了。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？我到手还没暖热呢，想要回去门都没有。哪只眼睛看见我哭了？我这明明是高兴的。行了，赶紧吃饭吧，一会儿饭菜就凉了。老三快尝尝，这里面我可是放了不少猪油呢。娘的手艺一如既往的实在。这是老三给你买的。当然，生了4儿1女，就属老三孝顺。你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老三精明了些，但他连个儿子都没有，如何延续香火？望儿是读书人，将来科举成功，光宗耀祖。哼，你就是眼皮子浅，一个镯子就哄得找不着北。当初若跟着老大，将来你就是官家老太太，到时候奴仆成群，想要多少金镯子没有？你个死老头子，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看见老三给我买大金镯子，你眼红了。一大把年纪了，也不知道是谁拎不清。老三没有儿子咋了？哼，我有儿子就行了。我一大把年纪了，连儿子的福都享不上，难不成还能享得上孙子的福？你说老三没儿子，延续不了老秦家香火，可我又不姓秦，我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就算到了地底下，老祖宗算账也是找你。我可是生了4个儿子，功劳大着呢。就算在你们老祖宗面前，我腰杆也挺得直。哼，还有秦望，读了7、8年的书，没读出一点名堂来，压根儿不是那块料。这些年他读书花的银子，足够我买2、3个大金镯子的了。你还说我目光短浅，我都快60岁了，成天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有什么用？还不如跟着老三实实在在的享受一番。真指望孙子考功名，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。就算将来考中了，我2眼一闭人没了，有啥意思？哼，难不成就是为了死后他烧的那点香火钱？一个金镯子至少20、30两，老三真舍得。就算我偏心老大，
老三也不能偏心成这样啊！大半夜不睡觉，鬼鬼祟祟想偷金镯子，这是我的命根子，谁惦记我跟谁拼命！瞎说什么呢？谁要偷你的金镯子了？我就是看你被子没盖好，怕你着凉。哼，睡不着就去转2圈，少在这翻来覆去。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，我还要睡呢。哎呦，我怎么感觉今儿的天有点热呢？哎呦，你手上戴的是啥？真金的？就是个金镯子而已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老三福瑞斋买的，你们瞧这花纹做工。你真有福气，老三舍得花银子买金镯，我儿子要有这本事，我做梦都要笑醒。有啥好显摆的？回头我让孙女给我买。我孙女是员外郎夫人，家里金银堆成山。哼，老三再有本事又怎样？没儿子继承香火。你说的不错，老三没儿子，可是那又怎样？起码我没为了银子让孙女去做田房，没给孙女找个半截身子都入土的老头子。你们家那员外郎真是人老心不老啊，真是白发新郎俏新娘，旁人看了论短长。好了，都少说2句，大家都是邻居。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千万别伤和气。秦家婶子有大金镯子，这是福气；李婶子孙女嫁富户，吃香喝辣也是好事儿。算了，我肚量大，懒得跟嘴碎的计较。我们家老三有出息，我终归能享福。哼，享福？当初你怎么对你们家老三的？把他当牛马使唤，一味偏心老大一家，看老三发达就贴上去，老脸都不要了。哼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前是愧对我们家老三，但我醒悟及时，老三孝顺，活该我有福气。不用说，又是哪个酒楼东家找老三谈生意？不闲扯了，这个家离了我一刻也不行。老三别忙了，有马车来咱家，准备接客。订单排到年后了，无论谁来生意都谈不成。老四，你们3天2头可跑回来，闲着没事干，别忘了你入赘出去了，家里早没你的地方。娘，今天来找三哥，听说他制了香料，市面上紧俏得很，我那杂货铺正好缺。哼，势利眼的东西，看三哥发达就巴巴凑上来，以前1年不见人，现在1个月跑3趟。赵氏，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我家，敢对我动手，老三老五肯定不善罢甘休。娘，您误会了，我就是揉揉额头，绝没有别的意思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一进门就要动手？你们在赵家我管不着，家里不是撒野的地方。三哥，都是误会，我们是来找你谈生意的，绝对没有挑衅的意思。娘可能不太欢迎。娘，小五该醒了，你去屋里换个尿布。人总是会变的，如今他早已站到我这边，只要关键时候偏着我，便足够了。行了，别瞧了，不是要找我谈生意？对，我今日就是专程来找三哥谈生意的。都是自家兄弟，我就直说了，你是为那2样香料来的吧？听闻市面上出了极火的调料，打听才知竟是三哥的手笔。我那杂货铺正缺稀罕物件，故而厚着脸皮上门来了。老四，不是三哥不给你面子，订单早已排到年后了，实在抽不出空赶新货。无妨，我同旁人一样下单，愿意等三哥出货。成，你既肯等，我便给你排上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香料可以给你，银子1分不能少。五香粉出货价1两银子1瓶，
13箱2两，后来谈合作的，一律加价1成。念咱们是亲兄弟，便按酒楼的底价给你。只是我先提醒你，若是到时候砸在手里卖不出，我可是概不退货的。我那铺子可不是只做穷人生意，府里的管事下人，我向来打点周好。三哥这番提醒也是一片好意，多谢三哥费心提醒。我做生意也有些年头了。想让老太太松口，别死心眼儿。下次来时多带些体面礼物。实在不行，把你儿子带来，老太太最疼孙子。有道是舍不得孩子，套不住娘。礼物我们自然会带，只是季安就不必了吧，我怕老太太见了反倒更生气。人走了，娘既然舍不得老四，他每次回来的时候，您为什么还总是这个态度？我什么态度？没拿大棒子把他们赶出去，已经算好的啦！这个不孝的玩意儿，居然入赘到赵家，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。我和你爹还活着呢，他这是把我们俩的脸踩到了粪坑里。还有他那媳妇儿，就是个悍妇。下次他们若是再来，我就把他们关在门外。什么亲兄弟，哪有娘重要？当初老四执意要入赘，是怪我偏心你大哥一家，没替他操持终生大事。我也承认，我当初是偏心了些，可是我并非没有想着他。当初我已经有看好的姑娘了，只是他不愿意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到底是哪家姑娘？他宁愿入赘都不愿意娶。下次见面非得取笑他一番。嘿嘿，这事儿我知道。赶紧说，别逼我动手揍你。想听八卦就直说嘛，还威胁人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嘿嘿，我可不敢惹三哥生气。当初娘给四哥安排了个姑娘，是舅舅家的三表姐。三哥你也知道，哎，那三表姐命不好，前后后被退了3回亲。娘本想把她许配给你的，谁知中间被三嫂横插一杠。那三表姐我有印象，那长相实在不敢恭维。还好，要嫁的是老二，不是我。生得极是壮硕，活脱脱像座半截铁塔，脸盘跟烙饼似的又大又圆，走起路来震得地面发颤。男方一瞧见真人，立马退婚。舅舅家颜面尽失。起初娘是想把她嫁给我的，只是大舅舅贪财，张口就要1两银子聘礼。偏偏薛家出了事，若为不要聘礼还有陪嫁，娘心里门清。那侄女日后不好拿捏，若为孤女一个好拿捏。后来为了缓和娘家关系，娘又想让老四娶她。老四一听要娶个男人婆，连夜收拾东西跑去了赵家。哼，这事儿当初瞒得死死的，
你是咋知道的？当时我起夜上茅房听见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还嘲笑四哥好福气呢，哈哈哈哈！好你个臭小子！原来是你通风报信，坏了事儿。因为这事儿，大舅跟我断交了。我现在真没娘家可回了。三哥救我！是你非要听我才说的。娘现在打人可狠了，你快帮我拦着点儿。娘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您就别追究了。哼，大舅贪财没少捞好处，断了来往也算是件好事。说得轻巧，那可是我的娘家，我的根。唉，等我100年之后没娘家人来，岂不是要被街坊笑话？你们活着的时候关系就不好，死了之后谁还管那么多啊？行了，都是陈年旧事了。老四都入赘了，再追究也没用。老四嘲不嘲笑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你还没娶媳妇儿呢。你那三表姐还没嫁出去吧？对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老五，你不是总抱怨没媳妇儿吗？三表姐人老实，能干活，配你正好。将来我娶媳妇儿，就算比不上三嫂温婉娴静，至少也得是肤白貌美的大姑娘，再不济也得像四嫂那样大气爽朗，反正绝不能是三表姐那样的。小样，居然还敢拿我开玩笑！论嘴上功夫，我就没输过。这2个不孝子，真是半分脸面都不给我留。哼，那可是我娘家嫡亲的侄女，真有那么不堪入目吗？不过就是皮肤黑了些，身形壮实了些，肩膀比寻常女子宽厚几分罢了。哼，这种姑娘看着就踏实稳重，若是娶进家门，一准好生养。我要是个男人，我一定……算了，就算我是男人，我也断不愿意娶这样的。三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嘴欠乱说话，更不该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惹你生气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这小人物一般见识。行不行？你要是实在气不过，打我2下，骂我2句，出气都成。我保证站着不动，绝不还手。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吗？为了这点小事动手打人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我？当初我确实想让老三娶侄女，如今旧事重提，要是老三真跟我算旧账，我可扛不住。娘，您这是不喜欢这镯子，要还给我？谁说我不喜欢了？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？我是怕你爹眼红，偷偷给我偷走，先放在你这里保管一阵子，等我想戴了再来找你拿。老爷子虽然偏心，
总不至于干出偷鸡摸狗的下作事吧？你别不信，你爹是个什么德行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他指望老大和孙子光宗耀祖呢，可你大哥大嫂是什么料子？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。哼，就算有秘方也吃不了苦。唉，日后全靠他们公望儿读书，根本不现实。他们肯定会找你爹哭穷。你爹没银子，可不就打我镯子的主意？只有千日做贼，没有千日防贼的。我好不容易戴上大金镯子，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。这镯子先放你这儿妥善保管着，等你年后盖好了宽敞的新房子，我就带着老五搬过来住，彻底跟那老东西分家过日子。到时候你再把镯子还给我就行。娘，您就这么放心我，不怕我缺银子拿去当伙饭？娘相信你，你现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家底厚实，怎么会惦记娘这只小金镯子？行，既然娘这么信得住我，这金镯子就先放我这儿，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我替您妥善收好，保证丢不了。一定要藏好看好，千万别弄丢了。老太太果然还是了解秦老爷子的，因为她还真就动了偷镯子的心思。这段时间，老大夫妻当家做主，整个人飘了，铺张浪费，大吃大喝。以前老太太管家，顿顿都是窝窝头，如今夫妻俩肉眼可见的胖了一圈。眼看年关将近，旺儿要交数，钱呢？发不过。夫妻俩立刻找老爷子哭穷诉苦。我手里只有当初分家的几两银子，若是全贴补给老大，我可一点儿防老的保障都没了。老太婆如今跟着老三过活，哼，老三发家的事儿村里都知道了。就算我拿走他一只金镯子，也算不上什么大事。一只金镯子，也算不上什么大事。做了一辈子夫妻，他还能为一只镯子跟我拼命？秦老太太的手腕光溜溜的，半件首饰都没有。老太太早已将金镯子交给老三，这一夜睡得格外安稳。秦老爷子偷鸡不成蚀把米，郁闷了大半夜，直到天亮才睡去。秦朗接下了不少香料订单，从早到晚连轴转，足足忙活了大半个月，才总算将年前的订单忙完。新研制的豆瓣酱也到了收尾鸡头。两人连着熬了好几个通宵，才算把年前所有活计彻底了结。等一切尘埃落定，已是腊月20。不算囤积的药材与半成品，手里足足攒下了1000两银子。这对寻常庄户人家是一笔巨款了。准备进城采买。
老五，去把他们拉开，看看像什么样子。娘，三哥回来了，您先松手。老三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要是再晚一步，娘就要被这毒妇打死了。奶，您别哭了，我爹一定会替您做主的。都别闹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三叔，依我看，这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不过是二姑与夫家拌了几句嘴，便闹着要回娘家。夫妻过日子哪有不磕碰的？只因这点小事就跑回来，外人会如何议论咱们家？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他可是娘家唯一的侄子，我素来疼他远胜几个侄女。我家旺儿说的在理。哼，大过年的受点委屈就跑回来，平白惹人晦气，太不懂事儿了。不是大嫂心狠容不下你，实在是你这事办得不地道。你嫁进赵家这么多年，连个带棒的都生不出来。赵家没嫌弃你已经算宽厚了，如今不过想再娶一人传宗接代，你便容不下，未免太狭隘了。陈氏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这丧良心的话你怎么说得出口？当年秦瑜的聘礼尽数进了你的口袋，连条活路都不肯给我闺女留。那赵家的王八犊子那是要娶妾，分明是为了一个寡妇，要逼我女儿下堂做小。这屈辱缩头王八都忍不了，你反倒劝他忍气吞声，安的什么心？我女儿被休固然不光彩，可若是让她做妾，秦望有个做妾的姑母就有光了。变妻为妾乃是奇耻大辱，赵家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让我女儿给寡妇腾位？要是女儿落得做妾的下场，我这辈子都没脸见人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二姐，事情当真如此？成婚头2年，赵大珠带我上课，常念聘礼，自认占了我年纪小便宜。可我婆婆自始至终看我不顺眼，整日在中间挑拨离间。接连生下2个女儿后，她对我更是百般刁难。我要在骨肉亲情与尊严里挣扎。你们也别把人想得太坏了。赵家表妹死了男人，家里人怜惜也是天经地义的。二妹，别怪大嫂说话直，这么多年你也没添个男丁，人家没休你已是念旧情了。如今人家表妹怀上了，赵家全指着她传宗接代呢。再说了，出嫁从夫，你若真懂事儿，真贤惠，就该悉心照料人家这一胎，帮他顺利给赵家生下儿子。娘家人也不会坐视不理的。等将来望儿考中功名，赵家还不上岗着巴结咱们？到时候还不得风光抬你做正妻？这都是为了秦家脸面。二妹若真被休回来，咱们家脸上挂得住吗？村里闲言碎语还不把人淹死？大嫂真是出嫁从夫的好典范。之前倒是我小瞧你了。我记得大舅舅家还有个未出阁的表妹，我那表妹身板结实，勤劳能干，也是个有福相的。前2天娘还提起，说表妹一看就极能生养。大嫂进门这么多年，只生了秦望一个。
想来是身体底子亏了，不宜再频繁操劳。大哥只有望儿一根独苗，子嗣终究是单薄了些，不如就由娘做主，把他娶进门来。望儿将来入了官场，也好有亲兄弟扶持。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好主意，老三，你脑子灵光！我这就派人给舅舅捎信儿，赶紧把人嫁过来。你们敢！真当我是个死人不成？我可是给亲家生了儿子的，敢让那男人婆进门，我就拼命！望儿，你可得给娘做主啊！娘这辈子心思全花你身上了。你爹若真娶了她，让娘做小，你在旁人眼里就是妾室生的，同窗好友岂不是要瞧不起你？三叔，我娘口无遮拦，说错了话，我替她赔个不是。你二姑在婆家遭到如此羞辱，身为长嫂居然能口无遮拦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少听些你娘的歪理邪说，不然将来指不定会歪成什么样。行了，都少说两句。秦月，这事儿你是怎么想的也说出来，别因为你婆家那堆烂事儿，把娘家的日子搅得鸡犬不宁。我也不想让娘家为我反目成仇，可我在赵家是真的过不下去了。若是就这么憋屈的回去日日受辱，不如找根麻绳一了百了。我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，如今只想为自己活一次。三弟，你给二姐一条活路吧。二姐不想回赵家了，家里地里的活我都能干，至于闺女她们毕竟姓赵，若是她们愿意跟着我离开，我只求三弟能给他们一口饱饭。若是他们心里向着赵大柱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只是二姐担心，我若是真被休弃了，会坏了你的名声。二姐放心，我根本不在乎名声，而且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走投无路。至于休弃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合理。你先跟我回家，后续的事咱们再慢慢商量。二姐回来了，快进屋坐。屋里烧着炉子，暖和得很。老三家的都让你进屋坐了，赶紧进屋吧。到自家门口哪里用得着拘谨？老三媳妇儿心善本分，哼，不像老大媳妇儿狗眼看人低。若为赵家要娶她表妹，我不同意，回来娘家大嫂。赵家人实在欺人太甚，二姐这些年任劳任怨操持家务，他们怎能如此薄情寡义，这般作践二姐？二姐只管安心在家住下，这事交给三郎处理便是。赵大柱如此欺辱二姐，就算要合理，这口气也不能咽下去。这事绝不能善了。老三说的对，这事儿绝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好歹要把那王八犊子揍一顿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气。你哪天得空带上老四老五，把那姓赵的狠狠收拾一顿，给你二姐出口恶气，直接把那小子绑来揍一顿，看他还敢不敢。揍他一顿倒是容易，可治标不治本，解不了问题。娘刚刚不是说赵大柱与他那守寡的表妹早就暗中勾搭在一起吗？我看这事儿八九不离十是真的，甚至他表妹的男人死的都有些蹊跷。这事也太过害人了。二姐，
你与他们朝夕相处这么久，可曾察觉到什么异常？三弟这么一说，我倒真记起来了。前段日子赵大柱常常深夜外出，回来时身上总带着脂粉气，我当时并未放在心上。有一天夜里，他慌慌张张从外面跑回来，我问他去了何处，他只呵斥我少管男人的事。他本就有偷鸡摸狗的毛病，我还以为他出去偷盗被人发现，才那般狼狈。如今想来，他那晚神色慌张，根本不是偷东西那般简单。没过几日，我便听说她表妹的丈夫暴毙了。细细一算，恰好就是那夜。赵大柱竟是个杀人凶手，我竟与这种狠戾歹毒的人同床共枕了这么多年。娘，三弟，我要与赵大柱和离。这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二姐放心，此事若真有蹊跷，赵大柱绝逃不掉。你只管安心在家住着，今夜我便与老五去一趟赵家，会会这个赵大柱。没事，你们安心在家休息，我和五弟自有分寸。跟着我，听我指令办事。翠娘，咱们以后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哼，等我说服了秦玉，那个一直没诞下子嗣的人，让他主动提出让出主家位置，我就风风光光娶你进门。到时候你生下儿子，我就是赵家的大功臣。我为了你，连夫君都敢下手。若是你负了我便把这事儿捅出去，咱们谁也别想好过。放心放心，那药是我托人从黑市买来的，无色无味，就连郎中都查不出来破绽，谁能知道是咱们做的？秦玉那个蠢妇，整日唯唯诺诺，就算看出些端倪，也不敢多言，更别说去官府告我了。哼，表哥，你干脆休了那贱人得了，省得他整天碍咱们的眼。那可不行，那可不行！当初娶她可是花了3两银子的聘礼。你以为当初秦月为什么会嫁给我？还不是他那好大哥大嫂暗中收了我的1两银子，他还指望着他哥嫂替他出气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待会儿把他们的嘴堵上，别弄出太大的动静。谁？你们究竟是何人？赵大柱，你伤天害理，伙同表妹谋害他亲夫，又欺凌发妻，丧尽天良，当真以为无人能治你？秦朗，你竟敢跑来吓唬我！我要去官府告你！你不如先去官府好好说说，你是如何与罗翠娘暗中私通，下毒害死她男人，又是如何盘算着贬弃我二姐，让她受尽屈辱的。老五，将她绑住，我去报官。告官得有原告，我先去找受害者他爹，宜早不宜迟。谁呀？
你们儿子死得冤枉，我是来通风报信的。你是何人？我叫秦朗，赵大柱与罗翠房私通，是他们买毒害了你儿子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呀，我这辈子就指望他了，他们怎么敢如此狠毒我的儿啊！你死得冤呐！老人家，我知你痛心，但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。你儿子含冤而死，只有将凶手绳之以法，才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你说的对，我要为我儿报仇，我要去官府告他们，求你为我作证。老人家放心，此等恶行天理难容，我必定前往县衙为你作证，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。特来告发儿媳罗翠娘与人通奸谋命，害死我儿，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，为我儿伸冤啊！堂下何人？有何冤情？速速道来！小人张老师叩见大人，我儿数月前突患急症暴毙，我一直以为是天命难违，可昨夜有人前来告知，说我儿根本不是病死，而是被儿媳罗翠娘伙同赵大柱下毒残害的。他们二人苟合私通，为做长久夫婿，竟狠心害我儿性命。求大人明察，为我那冤死的儿子做主啊！你又是何人？回大人，草民秦朗，乃是此案证人。昨夜草民侵闯赵大柱家中，当场撞破他与罗翠娘私会，二人谋害人命之事，皆是赵大柱亲口承认，并无半句虚言。如今赵大柱已被草民家人控制，罗翠娘也还在赵家，未曾逃脱。这不是卖卤煮火烧的年轻人吗？他见到我竟然毫无意外，难道早就猜出我的身份了？你跟这张老师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会去查他儿子死因？回禀大人，我和张老汉并无关系，但是赵大柱是我姐夫。他为了罗翠娘，要把我二姐贬妻为妾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本来打算半夜跑到他家，套上麻袋揍他一顿的，没想到却听到了这惊天的秘密。如此伤天害理、残害人命的事，草民是断断不能容忍，就连夜把这事儿告知了张老汉。我俩一合计，就决定到县衙来告状。都说陈大人是青天大老爷，还望大人替我们主持公道，把犯人绳之以法。听说了吗？这是要审通奸杀人的大案呐！五弟，辛苦了。只要能把这对狗男女绳之以法，替二姐出了这口恶气，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。带人犯！堂下赵大柱、罗翠如，你二人可知罪？大人，小人何罪之有？是他们陷害于我。你说的是，昨天夜里你在屋内和人商议相关事宜，还盘算着对秦月做出不当安排，这些我们都亲耳听到了，亲眼所见，你还想否认？我没有，那是他们胡说八道。不过是我和二姐拌了几句嘴，他们就故意栽赃陷害。求大人明察秋光，别听信一面之词，冤枉好人呐！罗翠娘，张老汉之子死因蹊跷，你与赵大柱究竟是何关系？从实招来！啊！我与大柱表哥乃是表亲，并无
并无他意，大人饶命！并无他意。大人，此乃草民昨日在赵大柱家中搜出的药包。赵大柱亲口承认，是给张老汉之子调理身体用的。医馆郎中已辨认，此乃烈性毒药，误食不出半时辰，便气绝身亡。胡说！当初包毒粉的药包，我分明已经烧掉了，怎么可能？哼！好个愚蠢的畜生，自己不打自招了！是张老汉自己买的药，是张老汉自己买的药。他儿子一直病病殃殃的，他嫌弃儿子是个累赘，想害他，反咬一口，是秦朗栽赃陷害。你胡说八道，我儿是你害死的。我好端端的儿子，还指着他养老，怎么可能会害他？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为何要下此毒手？赵大柱，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，来人，大刑伺候！我招，我全招，是我和罗翠娘一起干的。是他出的主意，他说他男人一死就能嫁给我，还能霸占张家的家产。我一时糊涂就答应了，在补药里加了点毒药。我认罪，是我干的，求大人死了！赵大柱、罗翠娘私通合谋杀害亲夫，手段残忍，天理难容。判二人秋后问斩，家产尽数抄没，与张老汉养老，退堂。三哥，我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回进县衙大堂，方才在堂上，我紧张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，生怕县太爷一个不悦，便要打咱们板子。说来也怪，我偷偷瞧了县太爷几眼，总觉得他看着十分面熟。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。你这感觉一点没错，咱们确实与陈县令有过一面之缘。还记得咱们在土地庙卖卤煮火烧那日，那位带着蒲城买吃食的先生吗？原来是他！三哥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位先生是县令大人？我就知道，当初分家闹矛盾时，你便说过认识县令。我当时觉得牛都被你吹上天了。好你个秦老五，平日左一个三哥右一个三哥的，心里竟这样编排我的。我向来是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，何时说过半句大话？哎呦，三哥，你在我心里向来是最厉害的，无人能比。千万别打脸，我还要留着脸面娶媳妇儿呢。娘，二姐，三嫂，我们回来了。让你们担心坏了吧？可算回来了，你这一夜不着家，娘的心都悬在嗓子眼儿了。你们别担心，我们这不是平平安安回来了吗？外面风凉，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。对，可别在外面冻着了。同样是一夜未归，三嫂满心眼都是三哥就算了，连亲娘也只顾着担心三哥，全然没注意到我也受了一夜累。还傻站在那儿做什么？赶紧进屋！是贪图外面的西北风好喝吗？真是报应！那对狗男女作恶多端，活该落得这般下场。只是可怜了张老汉，唉，往后这日子可该怎么熬啊？二姐，这事我没提前与你商议，便擅自做主。你不会怪我让你成了寡妇吧？你这样做全是为了我好，我岂能不知好歹？就算是守寡，也比跟着赵大柱那种狼心狗肺的人恶心度日强上100倍。
秦家的扫把星，给我滚出来！秦家人，给我滚出来！各位宝子，大家好，第2季就这样结束了。第3季也会尽快跟大家见面。喜欢这部剧的宝子，点个收藏，点个关注，只要有人喜欢，我们就不断更。